镇西军联手崔家军攻进来了，我们护送您先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走，还能走到哪里去啊？从西长京出来，败走潼关，如今再出潼关，还能去往何处啊？大都督，镇西军与崔家军联手，敌人数倍于我们。若仗着潼关知县，还可以守一守。可如今镇西军不知从哪里入的关来，这如何守的？趁着两军混战，夜色昏暗，大都督，走吧。想当年瀚海之战，可汗将士10倍于我军，我率军拼死抵抗，血染战袍，差点丢了一只胳膊，还不是大胜而归吗？城中将士数万，还在力拒抗敌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我不走，将太孙带来。是。孙清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当日匍匐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征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来，妮妮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，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情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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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哼！是情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石七郎，不可！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！好了，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石七郎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别惊他了！石七郎，杀进去！石七哥，不可！不要，石七哥！
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余孽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万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没事，我来救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
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戴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坐。怎么样了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石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石七郎，走。身体上，去救。石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劫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
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石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，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祝词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护太孙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得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，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石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，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事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居长呢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2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
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乙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乙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，秦王在关里，咱们驻扎在关外，按理来说也不远哈。这个秦王殿下也真是，他自己不来就算了，也不派个人过来。小伟，你说秦王殿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秦王生不生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之前跟秦王殿下那么好，那这次不就是因为太孙的事情才生了嫌隙吗？桃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平时没有这么啰嗦。哦，我只是在想，秦王殿下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时气交替，忽冷忽热的。我可是听说，关里好多人最近都病了，连那个耳朵也感染风寒了。你要是心疼谢长耳，你自己给他送药去。不，我才不去呢。小伟，只要你一天不搭理秦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那个耳朵的。我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耳朵，桃子，桃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校尉怎么说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我都跟他说了半晌了，他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秦王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来的时候，老鲍他们千叮万嘱啊，说一定要拜托你说和校尉和十七郎。你是不知道，十七郎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每天4更天不到就起来练剑，非得拉着我们一起。每天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再不然就是军营里操练阵法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，小姐那边我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哎，要不你让你们家秦王装个病呗？这样的话我也好跟小姐说，让她去探秦王的病。秦王要是肯装病，就不会每天4更天起来练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老鲍，老鲍，怎么样？桃子怎么说呀？桃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他要是不肯装病的话，那咱们就真的让他小病一场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，他吃了以后自然就病了。到时候我就跟小姐说，
秦王病了，让他探探病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哎，我觉得甚是妥当。老爸，我说耳朵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十七郎昨天晚上拉着我巡营巡了半夜，今晨3更又把我叫起来，非让我陪着他练剑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不去下药，我去下药。哎，老爸，这样不行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他再不病2天，我就先疯了。他还是病2天吧，要不然我真疯了。哎，老爸，老爸。这个做个记号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练了半晌剑，饿了吧？我让厨房新做的，来，先吃点吧。厨房怎么会做这种西点？哎，孙晋的厨子不是还活着吗？我让他做的呀，试试他手艺。哎，你看这点心，做的又精巧又好看，尝尝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确实好吃。好吃吧？怎么了，老爸？不舒服了？哇，味道真好啊！咱们是兄弟，你居然坑我！哎呦！老爸，投毒这种事情，我可是斥候出身，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天天拉着我起3更睡5更，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你居然还要换让我吃这个下药的点心！哎呦！我要跟你绝交！我要跟你绝交！哎呦！公子，真的要对校尉不利吗？这种毒药，接收人只肯给咱们1份，说是他们经手最珍贵的秘药，只要吃下去之后并无中途之兆，如同生了重病一般，连最好的大夫也看不出来。若是不得解药的话，数日之后便会殒命。阿莹若不出师，李逆就不会乱；李逆不乱，就更无法杀了李逆，也无法劫走阿莹。去吧，小心行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早上起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头疼得很厉害。这么凉，肯定是发热了。原来是发热。老爸，怎么退步这么多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你。再说了，我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人都虚脱了，你也不手下留情。哎呦！
你这还来真了你这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什么事？桃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找你。不见。石七郎，他有急事啊。他能有什么急事？要是军中的事，就让他写了文书送到我们军中去。秦王殿下身为盟友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放开！秦王，什么事？我们家校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你们家校尉病了，你去找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我自幼就给校尉号脉，深知他的体质。这一次真的病得太奇怪了，先是突然高烧不退，我给他施针喂药，都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今天校尉已经昏睡不醒了。殿下，您快去看看他吧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重病。你都看不好，那就更应该找大夫。你，秦王真是铁石心肠。旁的不说，我们崔家军总是振兴军的盟友吧？便是看在盟军之情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。你真是好狠的心！石七，桃子，桃子，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玩什么花招吗？刚开始想要我生病，眼见不成，只好让他去生病，是吧？这次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还是去看看吧，万一他真的病了。小姐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已经命人骑了快马，去报知大将军了，他一定会很快赶来的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小姐。石七郎，是我。月明星稀，如此良夜。哈哈，石七郎，走，一起巡营去。你最近不天天嚷嚷着要睡觉，让你巡营各种推脱不去，怎么今天这么主动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一样，我精神抖擞啊，我陪你去巡营啊，免得你干别的事情。我干什么别的事情了？哈哈，不干别的事情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今晚就陪你一个通宵，到某正点兵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给他巡个遍。小姐，小姐，桃子，桃子，药好了。这是我按你的吩咐去附近大集镇药铺买的药材，然后我亲自蹲在炉子边看着熬的，时辰一点也没错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小姐，药给我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张开嘴吧，咱们喝了药就好了。小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喝口药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桃子，我这就去叫石七郎。
这一次我就是拖也要把他拖过来。你别去，他就是个薄情寡性的人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一定不知道何校尉病成这样。石七郎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小姐，我现在去传令三军，严加防备。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有机可乘。好。对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就先走吧，以免误了军中典卯。不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是镇西军中的人，万一大将军回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样子，我怕他会杀了你。公子，怎么样？秦王还是没有出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李密居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阿英果然是看错了他。公子，校尉已经毒发3天了，今夜若是不服解药的话，等到天亮，即使服了药也会有所寿元。再等等。哎，石七郎，别走啊！这才4更呢，回去那么早做什么呀？所有营地都巡完了，不走留在这干什么呀？再巡一遍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我陪你到天明啊！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经理派来的信我都还没看呢。哎呀，明天看不就完了吗？又不是什么急事儿。那我要睡觉去。哎，你前几天每天晚上怎么教训我的？不困，咱不困。你今天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哈哈哈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，走，走，走。哼，拦不住我了吧？公子，天快亮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阿英如此聪颖，却所托非人。崔家军今夜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如果等到天亮，只怕入帐不易。这解药，去吧，先给阿英服下解药。是。好的。秦王殿下来做什么？你们家校尉真的生病了吗？我们家校尉好得很，不劳殿下挂心了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当然没有了。殿下放尊重些，这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地。殿下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命人将殿下逐出去了。桃子，你和谁在外面说话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我没事儿，把你气坏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。哎呀，你真的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现在好一些了吗？秦王请自重，只是小疾，不劳秦王费心了。桃子，哎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些话，我想对秦王说。小姐，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吧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去吧。
你心中恼恨我诓骗你，这些天我也想了许多。即便是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那样做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做法，因为我认为，无论是真太孙还是假太孙，都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去换。你现在病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。前日我发高热、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心里盼着你能来看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总是很脆弱。我自幼丧母，身边也没有几个亲人。如今除了父亲，也就是你待我最亲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倘若你能来看我，那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要比很多其他事、其他人要重要的。如果你来了，纵然生气，但是我可以把事情跟你分说清楚，这样下一次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思。但是你没来，我知道你还是恼恨我的。我没有恼恨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。殿下就不要说这些昧着良心的话了。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什么秦王，什么元帅，我都不稀罕。我只想完成萧妃娘娘的托付，然后再和你一起回到老兰关，去看天高云淡。石七郎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的父亲是当今的天子，孙敬已死，天下大定。你的两位兄长就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你放心把天下交到他们两人手中吗？我说过了，救回太孙，我会力劝陛下，立太孙为储君。太孙今年才几岁？太孙年幼，资质如何，天分如何？如果等他长大了是一个庸才，又如何能执掌天下呢？太孙是天下正统，理应继承皇位。况且他天资颇佳，也会有无数能臣辅佐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认为你的两个哥哥会让太孙活到成年吗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应该去成这个储位。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才是适合成为这个天下之主的人。你宽厚仁慈，心怀天下，你会怜悯百姓，你军功赫赫又善于掌兵，国朝两都是你收复的，天下叛乱也是你平定的。如果立你为太子，那朝中的大臣是不会反对的，朝中没了纷争，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石七郎，你会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好君主。如果将来你继位做皇帝，那未来的几十年都将是太平盛世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老兰关戍卫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老兰关，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
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卫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石七郎，我就知道你出关会往这边来，所以带着弟兄们来接应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哈哈，不像有些人，把自己兄弟都打晕了。先回去，附近有埋伏。好嘞，这样。
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干果，给。怎么了？你连干果都不想吃了？不是不想吃干果，只是明天我就要和校尉一起随军撤走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大将军得知校尉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他担心的不行，一定要亲自来接校尉。可他是节制两镇的大将军，要是贸然出现在潼关，怕是朝中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校尉说我们得赶紧撤回，途中也好遇上大将军。那我明天去送你。你别来了，校尉不开心，我不想让他看到镇西军中的人。我这就去跟十七郎说，让他跟校尉赔个不是。啊！你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瞎掺和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梦中未必丹青见，人间久别不成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校尉说的，意思是，只要分别的够久，人就不会觉得悲伤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只要跟你分开，我就会觉得悲伤。要是跟你分别久，那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，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。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两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哦，这个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她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他被大军拱卫，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京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，一只向南，一只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前王奏请还朝，今日回京了。起初
礼部还在议是否令百官交迎，秦王得知后给立辞了。不过今日满京城的女儿家全都涌到街头去看秦王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都盛传说秦王真是英勇无仇，威风凛凛呐。父亲想说什么便说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秦王殿下呀？3日以后。哦，为何是3日以后啊？婉娘在等一个人，等那个人到了，婉娘才可以去见秦王殿下。哎，豹哥啊，石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石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。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走。石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呢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石七郎啊，我就算立个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，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，以后他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，所以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我便十分感念。
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婉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婉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朝臣们都劝朕，要对崔乙也有所赏赐，还要我好好笼络笼络他们崔家。哼，他已经节制平凉、未阳两府，我还怎么赏赐啊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儿子可以封爵，哎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的笼络笼络他们崔家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有个想法。快说。听闻这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是在军中长大的，并不逊于男儿。儿臣至今并未婚娶，不如父皇将这崔氏女赐婚给儿臣。如此一来，崔氏女就变成了父皇的儿媳，而崔乙就变成了儿臣的岳父。哪怕是将来让他退出东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法子好，很好。只是不知道这个崔氏女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说她从小在军中长大啊，是不是为人很粗鲁？若是容貌又丑陋，性情又粗鄙的话，哎呀，岂不是大大的委屈你了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理应为父皇分忧，笼络崔家，以免君臣猜忌，这是儿臣应尽的本分。父皇放心，无论这崔氏女相貌如何，品性如何，儿臣都愿意娶了她，并且好好待她，从此让崔家对父皇忠心耿耿。莱儿，还是你最顾全大局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父皇以后呢，一定赐几个美姬给你当侧妃，不会让你白白的啊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放心吧，啊。父皇喝茶。好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逆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，我也要看看李逆会有什么反应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因节制平凉、未阳，咱们崔家军有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。世事如棋局，
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旗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旗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陛下，崔乙奏书中说，是陛下示意，想将其女赐婚于齐王，确有此事吗？朕确实是派人去问了一下。陛下之意便是圣意，但是他身为臣子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要为女儿在皇子中择婿，视当朝礼法为无物，还请陛下下旨申斥，以正朝风啊！没错，这个崔乙确实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以为皇室是菜市啊，想挑就挑。陛下，崔乙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又占据东都，朝中上下本就忧心他权势过大，无人辖制啊。陛下圣明，愿意选崔氏女为皇子妃。如今崔乙不过是婉言相求，为女儿择一皇子为婿。陛下不如应允，此举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收归崔家兵权，真是高明啊！朕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。可是朕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，那是他们崔家无上的荣光啊，怎么还能再上奏书说自己挑一个呢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崔家无状，崔氏女怎堪为皇子妃呀？无人无状，陛下是君主，胸怀广阔，能容天下。崔家所为，陛下定然可以宽宥。先君后臣，天经地义，岂有臣子挑选皇子为婿的道理？你这是食古不化，不通辩理，你这是迂腐。你这样说，可对得起陛下，可对得起列祖列宗？你这是不懂礼数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你忘了祖宗。多谢嫂嫂。二弟客气了，你们兄弟二人慢慢聊。大哥真是娶了位好嫂嫂啊，臣弟羡慕不已。这一下朝二弟就赶到我府上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哥，这次你务必要帮我呀！崔乙说要在我和李逆之间择婿，崔乙说是在皇子中间择婿。啊，我想大哥已经娶了王妃了，想必那崔小姐不愿意嫁过来做侧妃，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一把。我要是能够得到崔家助力的话，以后必定会全力相助大哥入主东宫的。大哥意下如何？二弟说的有理，这崔家小姐绝不能嫁给李逆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她要嫁给我们十七郎啊！就是啊！哎，十七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啊，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十七郎，对，娶崔小姐，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这种好事儿，她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，对呀，不能让。
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，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！啊！哎，石七郎，就是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啊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石七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不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不能算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别争了！我说跟你算。石七郎，新郎官，你别走呀！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阿英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逆。阿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校尉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借了结说的兵，所以才恨我。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莹要去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阿莹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她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莹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莹到了那儿，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莹了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？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石七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决。既然约决，只怕事有不协。乐游原还是那么美啊！阿莹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
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疏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。那你那2个兄长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位。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告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17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我要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1次见面，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，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
十七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是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，他一定会选十七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殿下，殿下，新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新王府昨夜走水，新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，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，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走水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真没想到，新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，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
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旁边院墙的砖，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隐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，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呢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？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望奶娘啊？崔乙上书，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。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若崔乙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清晨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。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
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侍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儿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了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呀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敬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萧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携兵权自重，威势一如之前的孙敬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。兴王、齐王都是金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。
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石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？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吗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“我想娶你”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，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。否则，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校尉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不能让崔颖轻易察觉。明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，信王以才艺为由，
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丽君，丽君，他怎能如此狠毒？他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聚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林毅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，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连同人证物证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这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怎能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？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
弟子拖下去，关在兴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兴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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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。夫妻百日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南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栏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牢栏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来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那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。
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。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喂，来点糖饼啊！我要吃，哎，要2个这个，再要2个这个吧。哎，好好好。
阿莹，你醒了。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莹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2个。且不妙在，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莹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杰硕勾结的狗贼，还想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莹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莹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哎，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，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他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，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长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莹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莹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游骑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儿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怎么样？这两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
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犯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柳成风要挟持崔烈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地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受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受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啊！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哪当的二哥这么夸我？都是运气，运气！你看，这浣山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柳成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我说，二哥，不是，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。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老包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，是。公子，附近乡间似有陌生人，还在外头的烧炭，还看到了马蹄印。李逆这个杀才，鼻子比狗还灵，现在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我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网打尽，然后在阿莹面前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阿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。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，拜堂成亲。柳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
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。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！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只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地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英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说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吗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解说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，因为从前那个爱护我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。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说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阿英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英，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，他们都会来救我的。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妻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。
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。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石七郎，老包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上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。公子，有奇来报，100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着甲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结朔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别院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公子，校尉都已经安顿好了，无论路途如何颠簸，校尉都不会醒过来。这一边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能陪伴在公子左右多年，是阿叔的福分。别那么傻。若是大将军真的冲进来，你就说是我逼你这么做的。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脱身之后，再来找我。崔家军的重骑在冲锋。什么样的重骑，竟然大地都震动？那是崔家军能号称定胜军的底牌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崔家军的重骑。不论是什么人，不论是什么阵法，在崔家军的重骑面前，都会被踏平的。
姓柳的还有用，大家可以一起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莹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我在，我在。失去了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。不信你看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方圆100里啊，能找到的牛，通通都给拉过来了，在这个牛肚子上啊绑上树皮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牛冲起来的时候啊，地动山摇，那别院里的人啊，一看还真以为是崔家军的重骑，吓得一个个啊都大喊：“地生军的重骑来了！”哎，那场面真是壮观带劲儿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就甭提了，啊！当我骑着这牛冲过去的时候啊，这接受人是慌乱了一阵子，可一看啊，这不是重骑，哎，这就来劲了。这打着打着呀，我就看着这个阿树要跑，我就去追，这一不小心，这不就受伤了吗？你就吹吧你，你那叫受了点伤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鲍大哥这回伤的可重了，你这以后1年半载的可不许跟人动武了，否则你内脏破损了，到时候大老沈家都救不了了。哎，这不让我打架，可比那个不让我喝酒更难。哎，那酒也是不能喝的，你就只能吃点花生米。对，多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。我说耳朵啊，你赶紧把人家桃子姑娘娶回家吧，免得她这一天管东管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就是。哎，你这就说的不对了，这怎么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了，就不能管东管西啦？哎，不是，对，你没明白鲍大哥那意思。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之后啊，那天天就是管耳朵了，没工夫管咱们呀。是啊，桃子姑娘仗义，到时候就算嫁人了，我们受伤了，能不管咱吗？别！哎呀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我可不想受伤啊！桃子姑娘，我永远不用你管啊！我们都不会让桃子姑娘操心，桃子姑娘最应该操心的是要和长儿生几个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哎，别管桃子姑娘生几个，生一窝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都是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陈韩畅，拜见太子妃殿下。韩将军免礼。如今我已经是清修之人，从前的称谓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是。快请坐吧。太孙殿下一切皆好，听说臣要来见你，十分欢喜，只盼着有一天能亲自来拜见你。他一定长高了许多吧？京中形势复杂，不然就悄悄带他来见你了。秦王曾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辅佐太孙，继承大统。如今您仍然觉得秦王可信吗？我仍觉得他可信。秦王可信，献王与齐王却野心勃勃。献王居长
齐王题词，前王偏有功高勋重，急招忌惮。西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这个人冲动易怒，行事狠毒，却又不太聪明。从他杀害结发妻子之事便可看出，我只希望他这一辈子都被关着。是，臣会联络朝中众议太子的旧臣，不会让信王轻易被放出来。至于齐王，他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对储君之位垂涎3尺。这个人只有小聪明，而无大智慧。他迟早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他一击而中。是。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镇西军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是吧？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英楼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说是去丰英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哎，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风月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哎，对，吃羊肉，吃羊肉。哎，是这样，知道。我们啊，花钱救了个人。对，我们救了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哟，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。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那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七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楼兰观。对，回楼兰观，都去3里冲。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楼兰观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，石七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老河水18万，1万就是那一送来。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得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。我的名字呢？是宗正嗣给我取的，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颖，所以名为逆。
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。乳母从小就叫我十七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十七郎。哼，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一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。”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：“阿爹，捉一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”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吧？师兄。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摇篮河水十八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是啊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久一些，再长久一些。阿莹，其实我……紧急追降！紧急追降！接硕攻破了白水关，白水关是哪儿？陛下，白水关是连州的紧要之地，是我朝至北最要紧的门户。白水关之后是燕州、涿州，无险可守，只能据盲河抗敌。接硕的铁骑甚至可以直入朔州腹地了。陛下，这白水关是如何失守的？那可是据守接硕的重要关隘啊！平凉大将军崔乙
本该有重兵在那儿驻守。据急报，白水关的守将就是被崔姨的养子柳成风劝降，投降了结束。白水关以南的城池，烽烟处处，被接收的铁骑蹂躏践踏。更详细的军报还要再过几日才能传入朝中啊！臣听闻早先几日，那崔乙亲自领兵离开洛阳，一路向北。崔乙此举意欲何为啊？既然破白水关的是他的养子，那崔乙倘若早就跟接硕勾结，那现在恐怕山河危殆呀！秦王呢？用不着他的时候，成天惦记着打仗。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个逆子，他就是想气死朕。大哥，父皇心中还是偏疼你的，只不过近来朝中群臣又蹦出来了，说是对大哥要严惩，光是幽禁还不够，要削了大哥的王爵。父皇一听也不乐意，但是也不好公然回护大哥。这都是李逆在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这回是真的恼了李逆了，今日还破口大骂了，说李逆不奉旨就出京也就罢了，在回京的路上还特意跑到大哥的皇庄去抢了大哥的粮仓，分给了那些佃户。欺人太甚！他就是跟我作对，就是想消了我的颜面。他趁着我被幽禁的时候，他连我的庄子都敢抢。父皇说他本来还指望着李逆去打接硕的，但崔乙一再上书，说他就在朔州附近。结果父皇一转念说就让崔乙去打吧，还说等齐王回来了就让他去收复洛阳。说来说去就是他手握镇西军，他能打仗罢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镇西军都只听他李逆的呢？那是我们国朝的镇西军，又不是他李逆的。以前那是战时危局，没有人管这些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凭什么手握镇西军呢？那他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朝中群臣也多有诟病，父皇也是嘀咕了好几次，但是也削不了他的兵权呐。爹，好，平安就好。让阿爹看看，还好，只是瘦了些，没受伤。阿爹也瘦了，还憔悴了，肯定是日夜行军，还担心我。接到桃子飞鸽传书，说秦王已经把你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夜，阿爹才敢闭上眼睛睡着。这一路上，阿爹真是心急如焚。让阿爹担心了。秦王怎么不进营啊？是惧怕我们崔家军的军威啊？阿爹，秦王是送女儿过来跟您会合，他马上就走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只怕连根汗毛都没掉，也好意思说为了救我女儿奔忙？阿爹，他魏凤赵就带兵出京，已经很冒险了。叫他那糊涂的皇帝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阿爹。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人家救了你啊，你都不去冲冲啊？阿爹，您刚才还说呢，让人家糊涂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那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人家还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不去送送啊？算了，没什么好送的。我就说，哎呀，他们李家个个都是糊涂蛋。阿爹，您现在到底向着谁啊？
哎呀，真是无可救药，无可救药。报！大将军，接受破白水关了。父皇，您可都记住了，尤其是关于崔毅和白水关的那些话，一定要驳斥秦王，让他无法替崔毅说情才是啊。放心吧，就这么2句话，朕还是能记住的。那儿臣先告退。殿下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哼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此番围猎，的确是走远了些。你口口声声围猎，怎么会围到你大哥的庄子上去了？而且把你大哥庄子上的粮食都给抢了？儿臣正想问父皇，为何在朝中与百官言道，想要解除信王的禁足，这才幽禁没有多久便要放出来，如此徇私枉法，天下如何看待？别在这指手画脚，跟那些文官一个腔调，口口声声徇私枉法。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呀？父皇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别在这里教训朕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的事可多了。哼！崔宇带兵离开了东都，听说他女儿刚刚回到了洛阳，带着不多的人留守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领着镇西军去收复洛阳吧。父皇，崔乙在北上迎击接硕，父皇却命我去攻洛阳。若崔乙知道后方如此，父皇难道就不怕动摇他的军心吗？洛阳是朝廷的东都，崔乙厚颜无耻占据已久，难道不应该攻其不备，趁机收复吗？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成天惦记着打仗，现在让你去打仗，却又抗旨。父皇，崔乙在前线抗战，我们不能乱他后方。哼，白水关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军报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崔乙的儿子跑去劝降，守城之将念及旧情，不忍杀他。他倒好，带着接硕的死士，把守将给杀了。哎呀，崔乙养出这样的儿子，通敌卖国，朝中的群臣纷纷都说要治他的罪。那是顾相劝我，让崔乙将功赎罪。父皇，崔乙与他的养子柳承风早就一刀两断，只因柳承风勾结接硕，崔家与接硕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父皇就算怀疑谁，都不应该怀疑崔家。秦王，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那么朕现在问你，领镇西军收复东都，你遵旨还是不遵旨？儿臣不遵旨。儿臣请旨，回劳兰关戍边。镇西军暂交齐王代管，你就先回府，好好闭门思过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石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在朝中，陛下将镇西军交给齐王代管，齐王命我和父亲即刻出京，父亲前往灵州，我前往毕州。齐王所为，是谋划已久。那日父皇想命我收复东都，言辞厉害，
父皇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想必也是齐王叫他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将你身边的人一一调开，然后分化我们镇西军。我在这京中十分不快。自10几岁去了劳兰关，咱们就在一起。你也明白我心里，却在京都王府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而皇宫更是没有意思。可是十七郎，咱们都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阿莹一心想让我明白，信王、齐王非可信之人，说天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君主。他想让我当这个太子，可我答应过乔妃娘娘，一定要辅佐太孙。我与阿莹本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这样的事几乎拿到生分。其实他说的话我心里都明白，只是我有句话一直未同他说。十七郎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呢？是啊，我心中有所顾虑。孙敬已死，天下平定，咱们镇西军该何去何从？而崔家军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朝中会容忍太子妃手握崔家军吗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崔毅也不会把手中的崔家军交给我。那日，父皇命我收复东都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气之下，才将镇西军交给齐王。是因为我不想与阿莹兵戎相见。但一旦我成为了储君，就不得不由我亲自去打压崔家军了。人呢？桃子，你吓死我了你！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么多银钱啊？这都是我平日攒下来的，上一次匆匆忙忙就忘记给你了。这么多银钱给我干嘛？你先替我拿着，等将来，将来干嘛要我替你拿着？将来？什么将来啊？听不懂。哎，桃子，你上回不都已经答应我了吗？这傻子，我逗你的呀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这些银钱呢，我替你好好收着。以后啊，我的饷银也跟它放在一起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买几亩田，或者这个铺子也好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以后你可得当心啊，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逛逛西长京。走吧。哎，桃子，这边热闹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起来啊！醒醒，醒醒！十七郎，怎么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崔小姐来了。什么？崔小姐到西长京来了，桃子也来了。耳朵现在去见桃子了。听说啊，崔小姐这次来是特意要入宫觐见陛下。觐见陛下？是啊，桃子姑娘说的。她说呀，这次崔小姐来是带崔大将军来觐见陛下的，所以说啊，希望能在大朝之日上殿面圣。哎呀，他这是想气死我！哎，
哎呀，十七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说是觐见陛下，但八成还是想见见你。你这么说，不是伤人心吗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那你教我，说来听听。朝中忌惮崔家，议论纷纷，都像是煮沸的油锅子，但凡沾点水星子都得炸。他还来火上浇油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崔大将军觐见陛下，匪夷所思。大将军卜凤朝都不能擅自入京，更何况她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怎么能上朝堂呢？朝中那些文官唾沫星子都能喷死他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在担心崔小姐啊。他主意大着呢，我为什么要担心他？那人家都来了，要不要先去见见他？不见。哎，真的不见？行，不去。哎，不去，真不去。这个礼部啊，吵嚷这么些天，什么结果都没吵出来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去觐见陛下。小姐，你想不想去见秦王？这个秦王也真是的，你都已经来了几天了，他都不说过来看看你。上回他还巴巴的去救你呢，后来还把你送回来大将军呢。我当时还想，这个人对我们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怎么突然又像陌路人一样了？你去见过谢长耳了？当然见过啦。那他都跟你说些什么呀？也没说些什么，不是什么要紧的话。那估计秦王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要跟我说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才不是这样的，虽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跟耳朵呢一起去看了杂耍，我们还去铺子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。那就算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街上走着，那心里也是高兴的。秦王不来见我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着急，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是想着你会不会想要见秦王嘛？会不会？还是你想见谁啊？我不想。哎，这个破哨子！桃子，这么久才来，慢死了。今天十七郎在丰英楼请大伙喝酒，我听到哨子就赶过来了，但是太远了，所以才晚。你说，秦王在丰英楼请你们喝酒？是啊。那他有没有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他有功夫请你们喝酒，那说明他不忙嘛。他不忙，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家小姐？这个老鲍也问他了，但十七郎那会儿就跟没听到似的。这两个冤家，怎么又闹上别扭了？是啊，你看上次救完崔小姐以后，他们俩回来路上感觉还挺好的，一路上既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，感觉客客气气的。你个傻东西知道什么呀？这既不吵架也不打架，那才麻烦呢。不行，咱们得好好想个法子。你想什么法子？既然他不肯去找他，他也不肯去找他，那这两个人当中，必须得先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。不是什么他呀他的，我都听糊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买干狗去。
啊？啊什么？走，买干果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！早听说丰英楼是京都最好的酒楼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菜好吃，酒也好喝，酒是好酒，可惜豹哥他现在不能喝酒了。他包大哥呢？刚说方便一下，难道调茅厕去了？人家说方便就是去茅厕嘛，你为什么说调茅厕去？这方便，不去茅厕，难道还能去别墅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比划拳，谁要赢了就喝酒，谁要输了就去找老鲍，看他是不是真掉脑。好，玩一把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5魁首啊，6顺啊，5魁首啊，7魁首啊，40草啊，兄弟好啊，6顺啊，5魁首啊，8匹马啊！哎，我赢了！谢谢啊，你猜隔壁眼镜是谁呀？啊，我来，再来，我猜。兄弟好呀，7魁首啊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啊，三星照啊，大哥输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行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咱俩来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3星正啊，6魁首啊，兄弟好啊。哎，桃子，你买这么多干果，你是要做什么？小贾喜欢吃这个，我打算用这个干果感动他。哎，老孟，桃子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1年半载不能喝酒，放下。不喝就不喝嘛。哎呀，豹哥，来点你的花生米。有啊，对呀，豹哥，花生米有啊，这不是？哎，拿着，来，哎，啥呀这？哎，石七郎，你俩，这老豹太抠了，太抠门了，吃不吃你们？这酒确实有些上头，我出去方便方便。石七郎，你慢点，咱们继续。来，6个6啊，兄弟好啊，6顺啊。过来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！咱们就赌，石七郎去还是不去啊？下注吧！我觉得呀，他肯定去。好，压10文，去10文啊！还有谁？我全压，他不去，他必须去。好，20文，20文不去。好，不去，一言为定，愿赌服输。